野马分鬃呢，大家听这名字也知道，就好像马那个头上面的鬃毛跑起来的时候向两侧分开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在我们的运动过程中，把左右手比喻成这个鬃毛向左右分开，有分称的这个意思。我们呢，下面看一下这个动作的正面的完整的示范演练。身体微右转，形成一个抱球，右手、左手在体前，形成一抱手，上手与胸同高，下手与腹同高，转体出步，野马分鬃，分掌，重心弓到前腿，重心后移，左脚外摆45度，两手相合，脚前掌点地，出步分掌，转腰带臂，重心后移，同时旋臂。转腰，重心前移，脚掌点地，分掌，上手与眼同高。现在我们讲起势变野马分鬃动作，重心右移，微微上提右转，右手左手打开，形成一个抱球在体前，右手与胸同高，不要高过肩膀，左手与腹同高。两掌心呢上下斜相对，这时候身体有一个转体，身体向左转90度，然后左脚向左外侧转，身体以后的左外侧出步，重心前移，两手形成一分掌，左手的高度，手腕与肩同高，手指大概与面前同高，右手与自己胯跟同高，在自己右胯的斜前方。重心后移，前脚尖翘起，同时左手内旋，右手外旋，左脚向左外侧45度方向掰脚，重心前移，右脚收到左脚的内侧，脚前掌点地，上手内旋以后，与左手右手形成一个抱球动作，与右抱球一样，左手呢与胸同高，右手与腹同高，手臂撑成圆弧，虚腋。这时候右脚向自己的右斜前方上步，脚尖的方向，落脚的方向是自己的正前方，身体右转，同时分掌，右掌往自己的右肩前走，左掌往自己左胯前走，右手手腕与肩同高，掌指与自己面前同高，高不过眼睛，手臂形成一分掌的动作，重心再后移，前脚脚尖翘起，向自己的正前方的偏右侧45度方向掰脚落步，重心前移，左脚收到右脚内侧，脚前掌点地，两膝的方向同向自己右斜前方45度，上手与胸同高，下手与腹同高，形成一抱球，虚腋，手臂撑成圆弧。这时候沉左胯，向自己的左斜前方出步，脚跟落，脚尖落的方向是自己的正前方，同时向左转腰分掌，
形成第3个野马分鬃的动作。下面我们讲从起势到野马分鬃的易犯错误动作。这个时候我们重心微微右移的时候，转体有时候过大，不要过大，只要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右手和左手呢，打开的时候也是旋臂，不要起肩，沉肩坠肘起手。到自己胸前相合的时候收脚，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手过高，超过自己肩膀了，这个时候很多。还有的时候什么呢？就手臂啊离着自己身体太近了，手臂没有撑圆，我们要求手臂要有外撑的力，手臂要有外撑力，手臂要撑圆。下手呢，有的同学这个地方不虚腋，就夹紧这个腋下了，你看这形成一个夹腋的动作。我们太极拳练习要求什么？虚腋沉肩坠肘，手臂撑成圆弧。还有两掌呢错得很厉害，不要错开太厉害，因为它要求是两掌心上下斜相对。这时候把左脚收到右脚内侧的时候，有的同学对膝盖往外咧着，不要咧，不要开胯。这个从攻防上讲是最忌讳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咧胯。这个两膝的方向都冲自己的正前方，左脚点到自己右脚的这个脚的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，脚前掌点地。身形呢，要求还是保持自己真身体的中正，不要凸右胯。有的同学一到右面来就凸右胯，把右胯收进来，保持中正。要求我们提顶，就是你感觉头顶上好像有人瞪着你几根头发一样，提顶竖向。脖子这儿一定要注意，脖子这方立起来，千万不要松塌腰，这个缩脖一定要提顶竖向，收住下颚，含胸拔背，含胸拔背，对，后背有一个外撑的一个圆弧的感觉。我们从侧面看，大家看啊，我们这时候如果要挺胸塌腰的话，这后面是半直的，那腰也是，你看腰部全都塌下去的。这个时候，那我们要求呢，含胸拔背，对，把它腰肢立起来，脸臀立腰。那如果我们出现凸臀、塌腰、凸臀，你看塌腰、凸臀就是这样。我们要求呢，把腰立起来，把臀敛进去，这个头顶跟尾闾上下在一条自然的直线上啊，形成一个抱球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再转过来。我们要左转90度，左转90度的同时，我们两手还要有一个合劲儿，就两手臂一面合一面分掌，对，出步，走提膝沉胯向左外侧出步，这时候分掌向左分掌合胯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再左转过来啊，抱球以后，大家看，我们先看脚上动作，这时候出步的时候一定要提膝沉胯向左外侧出步。一面转一面提膝，一面出步落脚。这个落脚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两脚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。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把左脚上到自己右脚跟前侧方去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叫什么？走钢丝，或者说是拧麻绳，它全都站的时候自己站都站不稳。我们这个时候做的时候，一定要转体以后往胸向的正前方的左斜前方出步。这个时候再落脚，形成弓步，膝盖对准自己脚尖的方向。同时，弓步的时候，右脚跟外展，形成右脚脚尖向自己转后方向的右斜前方的45度到60度之间的角度。右胯跟呢一定要松沉。我们在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膝盖内扣，有的人练习的时候膝盖内扣，然后还有的人出现什么呢？这个膝盖外撑。这些动作都是不对的，对膝关节是有损害的。我们膝盖一定对准自己的脚尖的方向。右胯跟呢，有的同学是翻胯，这个时候动作的时候一定注意合胯跟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转过来，转过刚才的方向来啊。刚才的方向呢，我们在做的时候弓步，有的人在开胯的时候，这个动作形成一个开胯，后脚跟它没有拧转。还是原来开步的这位置，所以它后胯跟合不进来，形成开胯。开胯以后，它的膝盖呢，有时候就往前冲过自己脚尖了，形成这样的动作。长期这样练习，膝盖肯定会受损。所以呢，大家注意，一定要动作规范，
把后脚的脚跟呢微微外展，使脚尖是自己的右斜前方45度到60度。那么右胯跟一松沉住，这个下来形成左弓步正确动作，那么对于膝关节的损害就不会形成你原来的那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把手动作转过来，咱们再把手的动作做一下啊。左脚向左外侧上步，同时两手合手，合手的同时随着转腰，右脚蹬地，随着转腰形成两手分掌的动作。分掌动作呢，这个力呢到哪儿呢？到自己左前臂外侧去啊，或肩臂上都有。右手呢到达自己掌根上来，手臂成弧形，力呢达到掌根，到哪儿呢？右手在自己右胯根的斜前方。有的同学练习的时候往外支着的，哎，这手不要支着，一定要掌心向下，或者有的同学后手太向后啊，一定要到达自己右手的这个右个胯根的斜前方。我们在这个转过去90度，左转90度，到弓步，这个时候也是容易出现挺胸塌腰，大家看。等于像是突伏挺胸塌腰的感觉啊，身体有后仰的感觉。那我们这个动作一定不要这么做，弓步弓到左前腿，那么膝盖呢不要超过自己脚尖就可以了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胯根松沉，意识达到自己手臂的外侧方来，哎，这有外撑，随着向左转腰有向左外侧分撑的这个力，右手也是向右下方有分撑的力，不是空空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挺胸塌，我要求你含胸拔背，对，松胯根，重心弓到左支撑腿，哎，松沉，手臂也松沉的意识到自己左外侧方。下面我们开始讲野马分鬃的攻防。那么野马分鬃呢是一个分掌动作，在攻防上来呢，比如对方他的左拳向我冲来，那么他左拳向我冲来，我的左手去裸拽对方的手腕，把我的右脚一定要插到对方的腿的后侧方。那么这个时候我再用自己的右手臂去一个分靠的动作，把他的退路堵住。如果这个动作做的时候也可以，比如对方的这个右拳冲来也行，只不过没有左拳冲来更有效。右拳冲来过来，我也是我左手裸住对方的手腕，然后我的脚还是一样，要到对方的这个腿的前侧，用我的手臂一个分靠的动作出去。那我们这个动作呢，我们转一下方向，再看一下，来转到这边来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比如说最常见的是。这时候打大嘴巴过来的时候，我这个左手去裸拽对方，然后我右脚把对方的腿的后侧方堵住，然后用我的右臂去到对方的腋下一个分靠的出去。这个时候我的后腿把对方堵住以后，他撤不了，然后在分靠的时候就容易分靠了。力点呢在自己的手臂的右侧方啊。好，这是野马分鬃的攻防用法。野马分鬃做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转体以后，这个脚一定注意不要在一条线上，一定要往左外侧出一点步，两脚跟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。然后弓步的时候呢，膝盖呢不要前冲过脚尖去，也不要内扣。什么是内扣？就是做弓步的时候，膝盖不要左右的这种内扣。我们在做的是分掌的时候，一定是以腰为轴。用腰动带动手臂动，我们比如说抱球做野马分鬃，要用腰的转动带动手臂去转动去，不要只是手臂转动。你看手臂动腰不动不行，我们这在做的过程中一定是腰动手动，用后腿蹬的这个劲来体现出你的这个分撑的这个劲。
再有一个重点就是重心前后移动的时候，后脚上来以后，重心前移，后脚上来以后，脚前掌点地。那么对初学者你是可以点地，那对以后慢慢越来越熟练了，练习的时候你就脚可以不点地了。在你掌握自己重心平衡的这个基础上，后脚提过来以后，顺着就往前上步了。当你重心往前上步，还要保持你重心的高度是一样的，不要有重心，不要有起伏啊，这就是野马分鬃的基本的这个要点。野马分鬃动作就讲到这里。